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只要一靠近那种古井，心里就莫名的发毛，总是觉得下面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看。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南省洛阳市新安一带，具体哪个村就不讲了。早些年科技不发达，怪事特别多，尤其是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大概是在98年的夏天，晚上村里的会计吴强夫妇打着手电，挨家挨户的敲门。让这两口子焦急的是，他们的儿子二牛一直没有回家。吴强从8点多开始，已经在村里找了2个多小时，几乎快把村里找遍了。眼看村里找不着，夫妻俩就打算去村外找找，生怕孩子去河边玩出了什么事。就在2人心急如焚地往村外走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们，原来是村里的瘫痪老人张大爷。此时脸色有些难看地开了口。一听这话茬，两口子心头一喜，看来张大爷知道二牛的去向。看着心急如焚的2人，张大爷忙着讲起了自己在天黑之后看到的一幕。夏天家里热，张大爷晚上吃完饭都会被儿子推到大门口乘凉，他儿子则是出去打牌，老伴走得早，自己又瘫了。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张大爷也知道自己拖累了家人，可一天天的下来，来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心里也难免有些难受。今天他正坐着发呆时，大门前的街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按理说这个点各家都在吃饭呢。张大爷下意识地转头看去，就见昏暗的街道上缓缓地走来了一个瘦瘦小小的人影。张大爷一眼就认出来，这人是吴强家的儿子二牛。看到是这孩子，张大爷忙着喊了一句，可奇怪的是，平日里见到就亲热地喊张爷爷的二牛，此时却网若未闻，头也不抬地继续往前走，这让张大爷很是诧异。而且眼前的二牛给人的感觉也特别的奇怪。突然间他又发现，这二牛竟然是用脚尖点着地面的行走。张大爷意识到了不对劲，忙着想要叫住二牛。这时二牛突然停顿了下来，十分僵硬地把头转了过来。可张大爷这一看，顿时就愣住了。眼前的二牛毫无生气，整个人异常的呆滞，一双眼睛更是空洞无神，脸色惨白，浑身异常的僵硬。人老经验多，张大爷立马就看出二牛那样子完全是中邪了。张大爷心急地喊着，可是二牛就像听不到似的，也不理他，转过身继续向前走去。看着越走越远的二牛，张大爷急坏了，可不想他又看到了更加恐怖的一幕。二牛的周围似乎起了一阵雾气，紧接着雾气中就显出了一个身影，紧紧地跟着二牛。这人的衣衫早就烂成了破布，赤着脚，一只手臂还露出了森森的白骨。就在张大爷心惊时，那人猛地转过头看了过来。那一刹那，张大爷就感觉自己浑身的血都凉了。这哪里是什么活人，分明是一个鬼魂，或者说是一具腐烂的骷髅。看到这，张大爷吓得险些连带着轮椅栽倒在地上。可也就这么一瞬间，二牛和那个黑影就彻底地消失在了街头的黑暗中。张大爷知道二牛怕是中邪出事了，就想喊人，可他儿子不在家，身边又没个人。就在张大爷焦急地等着家门口的路上能再来个人时，吴强两口子找来了。听到这，吴强两口子那额头上的冷汗顿时就下来了。在张大爷的督促下，2人这才缓过神来，赶紧分头行动了起来。这件事传开，村里人顿时一窝蜂似的跑到村西，帮着吴强两口子一块找孩子。然而大伙把村西都翻遍了也没找着，只好先报了警。可警方接到报案后也找了好几天，依旧是音讯全无。吴强虽然心里难受，可一直在坚持着，他媳妇反而哭昏了好几次。直到二牛丢了的第7天晚上，吴强的媳妇做了个奇怪的梦，她梦到自己靠在家中的炕头打盹，可四周的光线突然暗了下来，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了，妈妈。那声音有些空洞，
忽远忽近的，却一直往自己的耳朵里面钻。他猛地睁开了眼睛，却发现儿子二牛正站在自己面前。不过眼前的二牛有些呆滞，不管自己怎么问，他都不回话，嘴里一直念叨着冷。接着一转身又向外走去，看着二牛要走，吴强媳妇忙着追了出来。可在梦里，不管他怎么跑，始终都追不上二牛。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追着二牛来到了一口水井旁。接下来的一幕更是吓得他魂儿都没了。二牛竟然纵身一跃，直接跳进了井里，速度之快，根本就让他来不及反应。短暂的呆滞过后，他忙着扑到了井口，可井下黑漆漆的，二牛早已不见了踪影。吴强媳妇不停地尖叫着，把一旁的吴强也给吵醒了。此时吴强媳妇才意识到刚刚自己是在做梦，可那梦真的太真实了。都说母子连心，得知这个梦境后，夫妻俩都觉得这肯定是二牛托来的梦。这下两人再也坐不住了，把村里有井的地方排查了一个遍后，又找到了村西的一座废弃工厂。这个工厂早些年因为出了人命事故就被封停了。砸开锁进入工厂后，两个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里面的一个废弃机井竟然被一块大石板压着。按理说当年封停的急促不应该会有大石板的。越靠近这机井，两人心中就越是有种不安的感觉，压下心头的慌乱。吴强掀开了石板，石板掀开的一瞬间，一股腐烂的味道就冲了上来。往下一看，两人更是傻了眼，那黑漆漆的机井里竟然真的趴着一具尸体。这一幕让原本还有些侥幸的吴强两口子彻底崩溃了。后来在村民的帮助下，二牛的尸体被抬了出来，不过已经严重腐烂了。这事在当时被传得很凶，什么版本都有，不过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女性本弱，为母则刚。一场大火夺走了一位年轻妈妈的生命，母亲为了救出怀中孩子，最终化成鬼影引导消防员营救自己的孩子。这是发生在15年的那场火灾，我表哥正是消防中心的消防员。消防队接到报警电话后，马上就赶往了火灾现场。可那天我表哥却经历了一件怪事。据说那天的火灾是由于居民楼电路故障引起的。经过紧急抢险后，火势基本控制住了。不过整栋楼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了，很多被困人员但也都被成功的解救出来了。这次的大火虽然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不过万幸的是没有出现人员死亡的情况。消防人员和救护人员配合默契，在慌乱的火灾现场有序地救治着每一位被困居民。在他们的争分夺秒下，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得到了妥善的安抚。一般来说，救援组将所有被困人员救出之后，要协助灭火组一起参与灭火的。不过那天大火已经被控制住了，救援组并没有再另做安排。可是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后面着火的楼层里却传出了一声急促的呼救，难道还有人被困在火场？可是此时救援组大部分都撤离了，因为情况紧急，我表哥也来不及向上级请示了，他转身就扎进了火场之中。表哥以前说过，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做好了跟死神打交道的准备，选择了他就不后悔，这也是我特别佩服他的地方。当表哥再次返回着火的楼层时，发现火势明显比刚才大了一些，走廊里到处都充斥着黑烟。有人吗？眼前浓烟弥漫，表哥大喊了好几声，也不见有人回应，那声音就像是也被大火吞没了一般。表哥在走廊里边走边喊，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他开始怀疑之前是不是自己幻听了。就在这时，走廊的另一端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那声音很轻，可表哥还是注意到了，便转头看了过去，就见一个黑影快速地在走廊中跑过。这可真怪了，见到有人来营救，
按说应该主动靠拢的，可那人却转头就跑。不管表哥在后面如何呼唤，那人就像是听不到一般，一直朝着走廊的另一头跑去。那个人的背影纤瘦，看上去似乎是个女人，可速度却不慢，似乎有意引导着表哥向前跑。火场中还是有很多明火在跳动，再加上浓密的黑烟，表哥担心他的安全，便一直在后面追着。可是当转过一个弯时，前面的人竟然不见了，但眼前是走廊的尽头了，他又是一路追着过来的，人怎么会不见了？就在这时，一股怪异的感觉袭来，身后似乎有人走过，表哥忙着转头看去，他刚转过头，就看见身后的一处房门突然关上了，表哥的心一下就提了起来，难道这里还有别的人吗？如果是，那他们在这里被困很久了，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想到这，表哥忙着跑了过去，有些慌乱地转动了门把手，吱嘎一声，门被推开了。可当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表哥也傻在了当场。眼前的地板上，一个女人紧紧地抱着一个婴儿一动不动，看样子应该是吸入了有害气体导致了昏迷。一般来说，在火灾中最为致命的不是大火，而是高温引起的有害气体。看着昏迷不醒的母子，表哥急忙跑上前呼唤了起来，可喊了半天，那女人也没有反应。于是表哥脱下手套去试探她的鼻息，这才发现她已经断气了。没想到这场大火还是无情地夺走了生命。看着倒在地上的母子，表哥的心里难受极了。好在他怀中的婴儿没事，孩子的口鼻用湿毛巾捂住了，只不过此时他昏睡在母亲的怀抱中，如果自己再晚来一会儿，那这孩子也许也就此永远地沉睡下去了。如果自己没有听到那个声音，没有跟着黑影一路追来的话，危险的泪水瞬间就涌出了眼眶。表哥好像明白了什么，很快救援组就上来了，他们合力抬出了那个母亲的尸体，孩子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经过抢救也脱离了危险。只不过表哥说，他永远也忘不了火场中的那个背影。村里施工队挖出棺材，村长老婆吊死在厕所，村长还被鬼上身。这一系列诡异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这件事发生在1953年，是我太爷亲身经历的。那时候他老人家应该40岁左右。那晚他正抱着一捆柴火放进院里的柴房，只听得大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太爷拍打了一下身上的灰尘，从院里的磨盘上拎起煤油灯就前去开门。来人是村里的村长，姓刘，因为两人挺熟了，经常称他为老刘。这么晚了，村长还上门，太爷当时就想着肯定有事，于是赶紧往家里迎。可村长也没理会太爷，迈着步子就往院里走，这让太爷很是纳闷。可就在这时，太爷发现村长竟然是用那种顺拐的姿势走路，特别的怪异，这让太爷顿时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见此，我太爷也顾不得关大门，拎着油灯追了上去，一把抓住村长的肩膀。这么一抓，村长倒是停了下来，缓缓地转过了头。太爷将油灯拎起来照了上去，只见他的脸色也是十分的诡异。太爷脸色一变，知道肯定是出事了，于是用力地摇晃着村长的肩膀。然而就这么一晃，村长眼睛一闭，像是突然失去了支撑，瘫软在了地上。这一下可把太爷急坏了，赶紧蹲在地上查看他的情况。可就在这时，太爷的余光处似乎看到大门外站着一个人影，只不过光线太暗，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过看身形似乎是一个8、9岁的小孩。此时这家伙正站在大门外，阴森森地盯着他们。而随着太爷转头看去，这个小孩一扭头，突然消失在了黑暗中。太爷眉头一皱，立马明白了这家伙分明就是个小鬼，但他也没理会，而是先查看村长的情况。此时的村长正躺在地上抽搐着，嘴里直往外冒着白沫。太爷知道他这是中邪了，赶忙伸手掐着村长的人中。半晌之后，村长终于醒了过来，太爷也松了一口气。可不想村长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吵吵着有鬼。再听他接下来的话，我媳妇死了。太爷更是傻了眼，于是忙着追问了起来。村长此时浑身虚弱，但他还是坚持着跟太爷讲起了今天发生的事。他这个村长是从外地调来的，
自从上任之后，一直想着给村里办点实事。这不，到了雨季河里发起了大水，为了避免村里的那座老旧水库决堤，就招了几个村的壮小伙，抓紧扩修加固堤坝。就在中午，大伙在水库堤坝旁靠山的一面挖出来一口棺材。出了这事，手里的活只能先停下，看看这是谁家的坟地，然后再做打算。很久之后，人群外钻进来了2个年轻人，看模样像是哥俩，态度还有点强硬，说是他们爷爷的坟，你们不能这么弄。但毕竟话糙理不糙，村长也没跟他们过多纠缠，修堤坝可是村里的大事，就给他们赔点钱，只想着早点完工。这哥俩听完村长的话，对视了一眼，然后很干脆地答应了下来。听到这话，村长顿时对这哥俩高看了几分，而这事也就这么解决了。事情解决得挺顺利，村长也没多想，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事了。晚饭过后，妻子去了茅厕，可很久也没回来。村长不禁有些着急，他还等着用煤油灯看书呢。出门一看，只见妻子正耷拉着脑袋站在厕所门口里侧，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奇之下，村长走了过去，顺手摘下门口的油灯。然而话还没说完，只见妻子以一个十分怪异的姿势站在厕所内，但再仔细一看，此时的妻子哪里是站在那，分明是被茅房顶垂下来一根绳子吊在这。村长整个人都吓傻了，缓过神来后，赶紧冲上去查看妻子的情况。接下来的一幕让他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只见妻子的舌头吐出来老长，双眼更是充满了血丝。他颤抖着将手伸到妻子的鼻子前，发现妻子岂止是没气儿了，整个人都凉了。反应过来后，他忙着将妻子放下来，然后慌慌张张地奔着太爷家跑来了。太爷是个道士，会点手段，离着村长家又近。村长想着，如果还来得及时，没准妻子还能救回来。可刚出门不久，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那脚步声越来越近，像是有人在跟着他走。突然间他心头一慌，便微微侧头向后瞥去，果然自己身后不远处跟着一个人影。今晚的一切都有些不对劲，于是他停下来，猛地转过了身体，没想到竟然再次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处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张狰狞、满脸怨恨的小鬼鬼脸。村长顿时吓出一身冷汗，紧接着大脑一片空白，意识也变得十分模糊，浑浑噩噩的，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是隐约有着一个念头，那就是找我太爷去救他妻子。太爷听完这些事，顿时气得直哆嗦。早些年水库那淹死了一个孩子，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不得不葬在水库边上。谁成想村长竟被那2兄弟骗了。可眼前不是生气的时候，太爷跟着村长去了他家，但他妻子早已经无力回天了。后来太爷把水库上那个小孩的坟处理了一下，迁到了别处。村长因为自己无意间害死了妻子，异常的自责，没多久也离开了村子。男子做饭因操作不当，把煤气罐从高楼碰掉了下去，结果当场砸死人。心虚的他就想着在晚上烧点纸钱给死者平息怨念，可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报应就来了。这个故事发生在金门1999年的一个中午，老范正从家里出来，正打算到附近的麻将馆打几圈麻将，可当走到路口一个老旧小区的楼下时，却不想祸从天降。黑影掠过，一个煤气罐从天上掉了下来。煤气罐这东西大家都知道，大铁疙瘩，那力道小得了吗？可怜这老范正被砸中了头顶，当场死亡。这一声惨叫马上引来了附近的居民围观，现场真是惨不忍睹。可越是这样就越有人看，捂着脸也要从指头缝里看。除了看惨剧外，那就是谴责干缺德事的人了。这煤气罐不能是真从天上掉下来的，金门这儿有许多老旧小区，肯定是从哪家扔出来的。这事儿很快就惊动了街道办事处的人，最先跑来的就是值报主任。这个姓吴的主任一看这情况，心里也是暗暗叫苦。吴主任盘问了一圈，也问不出点啥。这老楼住着几百号人，人群中也有住户，这种事谁也不想往自己身上揽。别说大中午的没人看到，就算有人看到也不会说，都是认识的邻居，谁愿意去得罪那人？闹闹腾腾查了一个下午，也没个头绪，回去就被街道办的领导一顿臭骂。此时
正值评选文明街道的节骨眼上，这下全泡了汤，也难怪领导会生气。况且若是一直找不到责任人，处理这烂事的收尾又要落到他们街道头上。可这吴主任心里也窝着火呢，这事儿警察都皱眉，他又能怎么办？但是难处说了一大堆，是还得去办，否则就要那整栋楼的居民共同承担责任。没办法，急得老吴大晚上的牙疼，一直在围着那栋楼转。别说这一转还真有了转机，远远的老吴就看到一个人正在白天死人的地方烧纸。刚开始还以为是死者家属，可这一细看，不是这人老吴认识，就住在这楼上，叫大棱。老吴心说，这一定是他白天扔的煤气罐。刚想上前去问，又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此时，从楼上摔下来了一个酒瓶子，也多亏那大棱正在此时向后仰了一下头，那酒瓶子擦着他的鼻尖掉到了火盆里。那大棱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吓得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可转念又上起火来，这不是有人要害自己吗？果然一抬头，真的看见楼上有个人影正往下看，只是天太黑，看不清那人影是谁。这下可把大棱气坏了，冲上楼就去找人了。这边老吴一看，好不容易有了线索，自己也得跟上了，于是老吴随后也紧跟着上了楼。可等到了刚才看见人影那一层，眼前的情况顿时就把老吴吓坏了。那大棱正被一个飘在半空的鬼影踢到了护栏上，不等老吴细看，眼前一花，那鬼影就不见了。可从大棱的又是求饶又是挣扎的样子上看，他正跟一个人对峙。老吴毕竟是治保主任，此时也顾不上害怕了，就想去救下大棱。可一切都已来不及了，还没等他跑过去呢，大棱身体向后一仰就摔了下去。此时老吴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大棱从6楼摔了下去，就在他眼前摔了个万朵桃花开。此时的老吴什么都明白过来了，白天的高空坠物事件肯定就是这大棱干的。事后警方的调查也证实了，大棱因为煤气太少了，为了能凑合做完饭，就放在了高一点的地方，没想到一不小心把煤气罐碰掉，酿成了惨剧。今天晚上8成是做了噩梦，这才想烧点纸把冤魂送走。可那冤魂怨气太重，不肯放过他，最终也落了个相同的结局。这个故事发生在20多年前，大概上世纪90年代京城的一家医院。这件事也曾轰动一时。这天傍晚，医院重症科有位病人去世了，走廊里回荡着病人家属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待家属情绪缓和，这才按照之后的程序将死者尸体送到太平间等待火化。夜里，3名医护人员推着这位去世的病人，乘坐员工电梯下到地下2层。过道里灯光十分的昏暗，一进来冷飕飕的凉意就直冲人面门。说实话，要不是不得已，他们也不愿意大晚上的到这里来。可当他们来到太平间门口时，却发现这里的门开着。当时他们也并没有在意，埋怨了一句，便推开门走了进去。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在走廊尽头的阴影地带，一道人影正盯着他们。这人面呈死灰色，就那样僵硬地站在那里。停尸房内的光线也有些昏暗，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好几个停尸床，但大部分都是空着的。3人推着尸体来到一架空床前，正忙活着将尸体抬上去。将尸体放在停尸床上盖好白布后，3人正准备离开，可这时其中一名医护人员突然注意到，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停尸床上空了，白布耷拉在地上。前天晚上那个死者不见了，估计那家家属又走关系把尸体运走了。3人来到这架停尸床前，将白布拉整齐。有些病人家属还秉承着老规矩，人死要入土为安，所以他们也没多想，整理好停尸房，
3个人便离开了。待3人离去，走廊尽头的黑暗中，一道人影缓缓走了出来。他不仅动作迟缓僵硬，一只脚还没有穿着鞋。当他完全走出阴影处，就见他身穿病号服，是个60多岁的老人。他的瞳孔早已经散去，浑身皮肤呈死灰色，而且已经出现了尸斑，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具死尸。在走廊里徘徊片刻后，他僵硬地推开了电梯旁的楼梯间门。此时已经是半夜，1楼大厅的护士站也只有2个护士在值夜班，晚上的事比较少，一般后半夜都是2个人轮流去休息一会儿。这时就小张一个人在护士站低着头填写晚间为病人送药的单子，而就在这时，他的余光看到一个人从通道一边走了过来。当时他并没在意，只以为是哪个病人起来去卫生间，或许是1楼大厅比较空旷。那人的脚步声显得十分重，很快那人就缓地走到了他的桌前，将一张药单递到他的面前，说道：“我的药是不是配错了？”那人的声音很是低沉，语气也有些僵硬，听得人很不舒服，并且还伴随着一股浓烈的恶臭味。小张放下手中的笔，一手掩住鼻子，一手去接这人递来的药单。这时才发现伸过来的那双手呈死灰色，而且还遍布着一个个的斑点。但被那股恶臭味熏得有些烦躁，他并没抬头看那病人，只想着赶紧将他打发了。他低头看向手里的药单，顿时有些蒙住了，紧接着冷汗就流了下来。因为这个李冬田正是前天他值班时去世的一位病人。想到这，小张浑身紧绷地抬头看向这位病人，刹那间彻骨的寒冷都头浇下，小张就感觉自己呼吸都困难了。站在面前的正是前几天死去的那个病人，此时他的脸上、脖子上遍布着尸斑，浑身弥漫着一股腐烂的味道。看着近在咫尺的面孔，小张再也忍不住了，立马尖叫了起来。尖叫声惊动了一起值夜班的护士小刘，他揉着眼睛从值班室内走了出来，可眼前的一幕让他也僵住了。惊恐的尖叫声惊动了巡夜的保安，很快2名拿着手电筒的保安就来到重症科大厅门口。可当推开门的一瞬间，他们也愣住了。2名值班的护士此时全都晕死在了护士站内，2人上前赶紧施救。好在小张很快就醒了过来，看着虽然醒来了，但是却一直喊着呼唤。保安赶紧喊来了医生，这一下整个医院都被轰动了，医生护士全都忙活了起来。小张一直处于癫狂的状态，疯疯癫癫的不停喊叫着。而护士小刘经过医生们会诊确认死亡，死于肾上腺素激增导致的心率加速和心脏供血增加，也就是俗称的被吓死的。第2天上午，那具尸体也被发现在医院的一个楼梯间中。而这件事也是多年后被送到精神病院的护士小张在心理医生的催眠下讲述出来的。此事一经传开，也曾轰动一时。